今天开山劈石打造山崖庇护所，绝壁石崖经过打造崖顶已经排除了隐患，现在这面石壁就成了改造的难题。看似坚固无比的外表下，却暗藏玄机。有些容易风化的页岩石层已经是箭在弦上，为了以后能安心居住，这次必须排除掉所有的隐患。后院山崖结构还算稳定，住了3代人，也经历过大地震，没有出现过垮塌的情况，但是风化脱落的现象时有发生。有些页岩石层硬度不够，长期暴露，久而久之就风化脱落。加固之前要先把石壁已经风化了的石层剥离下去。后院山崖高度落差在10米左右。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云股东可能对这样的环境有点陌生。其实云贵川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，大部分的农村房屋都会有这样的困扰。有条件的就用混凝土浇筑了护坡，不然只能定期清理掉下来的泥土。老房终于在住了几10年后，还是决定对山崖进行加固。最近天气变幻无常，为了避免刚修理成型的崖顶被雨水冲毁，还是决定先对山崖上半段进行加固。石层表面掺杂的这些风化土以及苔藓就是影响稳定的因素，只有冲洗干净后才能保障加固的稳定。材料供给就是效率的关键，万万没想到这个坡居然是我跨不过去的坎。即便硬化了还是上不去，尝试了几次车轮都会在半坡打滑，无奈崖顶这段只能替换交通工具，这样一上一下又增加了工作强度。崖顶虽然被修理成了梯形，但表层都是泥土结构，挂网刮灰不仅增强结构的稳定，也能避免暴雨泥土被冲下山崖。左侧山崖相对陡峭，加固也只能靠手工制作来完成。老爸负责材料运输，吴老师负责保障材料供给，就这样我们默契配合，用了2天的时间，总算完成了基础工作。下一步就可以调配特殊的材料对表面进行伪装处理。我表哥最近考了驾照，想买辆车，你给点建议呗？你让他去瓜子二手市场看一下，我们家那台比亚迪汉比新车便宜了10多万呢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特划算。12月瓜子有砸价热，上万台二手新能源5折起就能买。这么便宜，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要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，要是旧车还能放瓜子上拍卖。买二手车，你让他去瓜子就对了。显然，水泥的颜色已经脱离了周围山崖的原始风貌。为了复刻出丹霞地貌，调配了特殊的材料对水泥表面进行了伪装。经过前院山崖不断的尝试，现在的配方又得到了改良。重建后的效果不近看，很难分辨出石壁的真伪。可能大家会觉得这样加固把真山变假山，没有了天然石壁的质感，无可奈何。为了长久的考虑，这样加固已经是最优的解决方案了，既保障了家人生活的安全，同时也保留了石壁的肌理感。最主要对比混凝土浇筑的护坡成本就要低很多。前2天覆盖的混凝土只是针对有泥土的地方，页岩石层大多数都是保留了下来，但是在喷涂的时候，表面还是要覆盖上一层涂料。这样做虽然不能起到加固石壁的作用，但是至少能够避免以后风化脱落。为了山崖整体呈现的效果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，崖顶的这条便道和节水沟也用同样的方式进行了处理。就这样直至傍晚才完成这段打造。等了2天，加固的材料差不多可以落脚了，我们再搭配点绿植，还是延续前院一样风格的沙生植物类型。浇筑混凝土的时候就预留了空缺，虽然洞口并不大，但足以支撑它们的生长需求。这类植物的特点就是耐旱好活，平时即便不用怎么维护管理也没问题。最主要4季还常绿，更没有掉叶的烦恼，非常适合山崖石壁这样的环境。崖顶还有一段比较陡峭的地方，同样在外侧面种上仙人掌作为绿植隔离开，成型后的崖顶外围就形成了一圈的绿植护栏，平时上山干活通行更安全，同时也能有效阻止爬行动物翻越过去，等生长到一定的高度再进行控制。经过这次打造，后院最危险的崖顶已经改头换面，不仅解决了下雨泥土流失的问题，雨水也能被有效的截流，最重要一劳永逸地排除了落石的隐患，也为之后的生活提供了保障。